今天我们要聊聊近期国际间引爆震撼的一项宣言。就在2025年11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群来自28国、超过50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聚首，高调抛出一枚外交震撼弹。他们史无前例地在白纸黑字的正式文件中写下，台湾已在行使独立政权。换言之，他们公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消息一出，国际社会为之侧目，北京当局更是当场气炸，怒火中烧。这个名为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 IPEC 的组织，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重磅宣言？这份宣言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让中国大陆跳脚？它会不会改变台海游戏规则，甚至影响未来两岸和国际格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外交风暴背后的脉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IPEC 宣言的重点内容，以及它为什么具有历史意义。IPEC 全名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0年成立，由各国国会议员自发组成的国际联盟，宗旨是在对中政策上协调立场，捍卫民主价值。不久前的布鲁塞尔高峰会是 IPEC 2025年的年度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议员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台湾海峡现状的宣言决议。在这份台海现状维持宣言中，他们明确定义了所谓现状为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台湾已有且正在行使的独立政权纳入现状定义。简单说， IPEC 直接指出，现在的台湾就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政府，这等于公开承认了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要知道，过去各国在台湾问题上大多小心翼翼，极少有多边场合会用独立政权这种措辞来形容台湾，生怕触怒北京。因此，这句话可谓石破天惊，替台湾的国际地位创下了历史性的里程碑。不仅如此，宣言还进一步阐述了台海现状包含哪些具体内涵。IPEC 强调，台湾有权利与他国建立实质关系，台湾和其他国家可以发展各种伙伴合作，而这本来就是现状的一部分。同时，任何与台湾前途有关的政治协定都必须经过台湾人民同意。换言之，未来如果有涉及台湾地位的协议，例如两岸之间的协议，都不能绕过台湾民意，只有台湾人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也是对现状的定义之一。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咦，这不就是在说台湾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行决定吗？是的，这些原则对台湾人来说也许耳熟能详，但在国际宣言里如此明白写出，还是头一遭。IPEC 的宣言还警告，北京当局若采取某些行动，将被视为破坏现状。哪些行为呢？宣言列举，如果北京阻止台湾行使其独立治理，简单说就是干预台湾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否定台湾与他国建立关系的权利，或者强迫台湾接受未经台湾民众同意的政治安排，以上种种都属于改变现状，甚至违反现状的挑衅行为。更具体的，宣言特别提到，对台湾进行封锁、禁运，或者占领台湾的离岛，干预台湾政府机构等等，都不能被容忍。这些行径如果发生，就等同于破坏台海现状。可以看出，这份文件几乎在为可能的冲突情境预先划下红线。北京胆敢动手破坏现状，国际社会就视之为麻烦制造。最后， IPEC 呼吁各国政府做好准备，针对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进行风险评估，并公开评估结果。同时倡议民主国家建立共同战略，让北京清楚，如果升高对台湾的威胁，将会付出高昂代价。从这些措辞可以感受到，民主国家阵营正试图以团结态势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别以为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可以不受惩罚。这份宣言的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直接点破主旨，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台湾的安危不再只是台湾自己的事情，而是攸关全球稳定与民主价值的大事。这话掷地有声，宣示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新高度。可能有朋友会问，台湾本来就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自主运作70多年不是事实吗？这些年美国、日本也常说维持台海现状很重要，那 IPEC 讲的现状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所谓的台海现状，长久以来其实是种模糊的平衡。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实际统治着台澎金马各地，但在国际法地位上却日趋尴尬。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把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由台北代表中华民国转给了北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得北京取得中国的合法席位，也间接导致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然而2758号决议的文本只处理了谁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北京当局多年来却刻意曲解这项决议，对外宣称联合国已经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2758号决议当作其一中原则的国际法律依据。很多国家出于种种考量，表面上也不去戳破这种说法，维持一种策略性的模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大多数国家的一中政策核心。但是对于台湾的主权归属则保持模糊，或不明言支持北京的主张。各国通常在官方措辞上既不明说台湾属于中国，也不正式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形成一个微妙平衡。这就是几十年来的所谓台海现状，台湾事实上独立自主，但国际上不公开挑明。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湾压力与日俱增，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在转变。2024年 ，IPEC 在前一次年会中就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明确宣示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这等于公开拆穿了北京的谎言，告诉世界各国，北京口中的联合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2758号决议根本没有讨论台湾主权问题，那一次宣誓已经让中国非常恼火。而今年 IPSA 更进一步，在新的宣言中直接把台湾独立政权写进对现状的定义，等于再往前跨出一大步。不仅2758不涉台，而且现在的台湾就是独立的，这是对所谓一中原则最直接的挑战之一。可以说 IPAC 联盟这2年连续出招，步步进逼地重新诠释了台海现状。先是否定北京利用联合国决议偷换概念的企图，继而干脆肯定台湾主权独立的现实。对台湾来说，这些都是重大外交突破的新篇章；对北京来说，这简直是捅到了他们最痛的逆鳞。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布鲁塞尔现场，这次 IPEC 峰会有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台湾首次以正式会员的身份参与。过去几年，台湾虽然有民意代表与会，但并非 IPEC 会员国。今年起出现了转机，台湾在朝野共同努力下，成功加入 IPEC， 成为这个对抗中国威权扩张的民主联盟中的一员。更令台湾人振奋的是，台湾现任副总统萧美琴亲自受邀出席会议，并在欧洲议会的大厅发表专题演说。想象一下，那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高层级的现任领导人在欧洲议会建筑内公开演讲。萧副总统以动荡世界中的可靠伙伴为题，向各国议员阐述台湾对民主世界的重要性。当他走上欧洲议会演讲台的那一刻，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一幕对台湾而言意义非凡。长久以来，台湾领导人访欧都受到种种限制，更别说进入欧洲议会发声。而这次突破让全场起立鼓掌，可谓台欧关系的一大里程碑。与会的欧洲政要包括欧洲议会的 IPAC 共同主席米瑞安、莱斯曼等人，也都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可以说，透过 IPEC 这个平台，台湾与欧洲乃至全球民主阵营的连结更紧密了。这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台湾能加入 IPEC 其实是朝野政党难得合作的成果。据悉，在野的民众党等力量也协助推动此事，显示出在对抗中国威胁、拓展外交空间上，台湾各党派可以超越歧见，团结一致。副总统在演讲场合也特别强调，台湾作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是全球经济关键角色，也是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愿意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维护和平与繁荣。这一连串正向动作都替这次 IPEC 宣言铺垫了意义。台湾不仅获得书面声援，更亲身参与其中，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就在台湾方面为这项重大外交突破欢欣鼓舞之时，
北京当局的反应可谓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中国官方迅速跳出来大肆挞伐这份 IPEC 宣言以及相关活动，措辞之强硬，语气之恶劣，完全在预料之中。我们不妨来看看北京方面是怎么发飙的。首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几乎是劈头盖脸一通痛骂。他声称 IPEC 是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工具，毫无公信力可言。在中国官方口中， IPEC 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正经组织，而是一群极端反华分子组成的小圈子，专门恶意炒作涉华议题。林健还老调重弹地，强调了中方的一贯立场，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套话。他宣称欧洲议会方面已向中方保证，坚持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并强调萧美琴赴欧洲议会是个别议员的私人行为，不代表欧洲议会官方立场。从这番话可以读出，北京正在极力淡化此事的影响，一方面抹黑 IPEC 和台湾方面挟洋自重，另一方面急着对内对外宣传欧洲议会还是挺我们中国的，没改变政策。中国外交部甚至用了非常难听的字眼，对台湾副总统此次出席活动进行人身攻击，称之为自我炒作的政治闹剧。可以想见，北京对于台湾领导人在欧洲舞台上获得如此高规格礼遇，内心是何等恼羞成怒。不仅外交部，中国主管对台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也火力全开，大声表态，坚决反对。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气冲冲地批评这场布鲁塞尔会议是滋事挑衅。他称所谓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不过是极端反华势力拉拢的小集团，民进党当局勾结这些外部反华势力上演闹剧，只会徒增笑柄，自取其辱。注意这些用词，闹剧、笑柄、自取其辱，可谓极尽羞辱之能事，完全是一副跳脚大骂的姿态。陈斌华的语气之愤慨，仿佛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其内容无非就是老一套，指责台湾民选政府勾结外部反华势力，挟洋自重，重复强调北京坚持所谓一中原则，绝不动摇等等。总之一句话，中国当局对 IPEC 这份挺台宣言是暴怒且恐惧的，他们生怕这股承认台湾独立政权的风潮扩散开来，动摇了他们多年的对外话语权，所以拼命用最强烈的言辞来谴责、抹黑，企图止住这股风潮。可以说，北京的强烈反应恰恰说明 IPEC 宣言打中红心，真正踩到了中共的痛处。除了口头抗议外，北京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试图施加压力，降低 IPAC 峰会及宣言的影响。中国驻欧盟使团第一时间向欧洲议会提出所谓严正交涉，对萧美琴在欧洲议会大楼内活动表示强烈不满，要求欧方遵守一中原则等等。据中国方面宣称，欧洲议会秘书长办公室也回应表示，此活动并非欧洲议会官方主办，强调了欧洲议会一中政策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是北京方面施压后欧方的外交辞令。但无论如何，北京确实在第一时间动用其外交管道，希望欧盟方面与他们一唱一和，来淡化此次事件的正式性。此外，北京对 IPEC 这个组织本身也不是第一次下手了。IPEC 共同创办人之一的英国人士裴伦德 Luke D. Pulford 就透露了一些内幕。中国曾经施压某些参与 IPEC 的国家，逼迫他们退出，例如非洲的马拉维、冈比亚和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三国，原本都有国会议员参与 IPEC 联盟，但在北京强大压力下，这些国家后来选择了退出 IPEC 的合作。在去年 IPEC 台北年会举行前，北京据传还设法拿到与会人士名单，对11个国家的代表逐一施压，威吓他们不要出席。今年布鲁塞尔年会前，北京同样向肯尼亚等一些尚未具名的非洲国家政府施压，企图阻挠相关议员与会。可以看出，北京为了孤立台湾，打压国际对台支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连这种民间议员组织的活动都要干预恐吓。然而这些操作有时适得其反，裴伦德就表示，正因为中国的霸凌行径，让他更加坚信团结民主国家力量声援台湾的重要。他还举例，
IPAC 最近除了邀请台湾副总统在欧洲议会演讲之外，甚至成功阻止了一桩亲中资本收购英国媒体的交易，说明 IPAC 的影响力绝非北京声称的小打小闹。从这些细节来看，北京一面咄咄逼人施压，一面贬低 IPAC 没影响力，但实际上却是心有忌惮。正所谓此地无银300两，中国越是恶言相向，四处灭火，越证明 IPAC 此番宣言刺中了要害，让北京当局感受到了国际舆论正在发生不利于他们的转变。面对中国连番措辞粗暴的抗议，台湾方面也立即做出反击，绝不姑息北京的抹黑。中华民国外交部在宣言发表后随即发布声明，严正驳斥并谴责中方的粗鄙不实言论。台湾外交部强硬地指出，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与现状。短短几句就把台湾的主权实况讲得铿锵有力。外交部还批评中国对台湾的粗暴打压毫无道理，不仅无助两岸关系，反而让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中共威权霸凌的本质。这番强硬回应可谓大快人心，台湾直接戳穿了北京口中的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话，宣示自己主权独立的事实不容抹灭，也让全世界听到台湾捍卫自身尊严的声音。台湾外交部的态度与 IPAC 宣言形成遥相呼应，一边是国际友人说台湾是独立政权，一边是台湾自己也郑重声明，我就是主权国家，这对北京可说是双重打击。然而北京越是不愿面对的现实，现在越是被人反复强调，国际舆论场上的风向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台湾总统府方面也对此表达了肯定与感谢。总统公开致谢 IPAC 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强调台湾未来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并与民主盟友们站在一起，共同守护民主价值。政府高层还解读萧副总统此行的4大意义。首先，民主自由的台湾社会获得国际认可。其次，台湾在国际场合发声得到友人支持，代表多年努力有成。第三，台湾与欧洲的实质关系更上一层楼。第四，台湾有能力也有决心继续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可见台湾上下对此次 IPAC 成果都相当振奋，视其为外交上的重大进展。许多台湾民众在社群媒体上也欢欣鼓舞地讨论这项消息，感到长久压抑的主体地位终于获得些许国际肯定。可以说，这份宣言带给台湾的不只是面子上的光彩，更是实质士气的鼓舞。当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民意代表勇敢站出来力挺台湾，台湾人民在国际上的发声权利就越有保障，这对常年被打压的台湾来说意义非凡。那么展望未来， IPAC 的这份宣言可能带来哪些连锁效应？首先，我们要认清一点， IPAC 虽然集合了许多国会议员，但它毕竟不是各国政府的正式政策机构，因此它的宣言不等于某个国家的外交承诺，短期内也不会直接改变各国对台湾的官方政策。然而，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影响力。事实上， IPAC 的立场往往可以转化为各国国会的动议、决议，进而影响执政当局。范云等台湾与会者就透露， IPAC 接下来几个月将推动各国议会倡议，鼓励各国政治领袖采纳宣言原则，把它们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看到各国议会陆续通过决议，重申类似 IPAC 宣言的内容，例如宣誓不接受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强调台湾的主权事实，要求政府制定防范台海冲突的预案等等。事实上，在去年的2758决议不涉台倡议提出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若干国家的议会就曾响应呼应，通过决议支持该立场。截至目前，已有接近10个国家或地区的议会做出类似表态。由此可见， IPAC 虽然不是官方组织，但它像是一个意见领袖或政策孵化器，把一些以前各国不敢明说的观点提了出来，供民主国家的决策圈参考。今天他敢于宣布台湾是独立政权，那么明天某些国家的国会也许就会讨论，甚至正式通过友台决议，采用相同措辞。这将对各国政府形成舆论和政治压力，
推动他们在对台政策上有所调整。例如，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国家的政要访问台湾，提升与台湾关系层级，甚至在国际组织中为台湾仗义直言。欧洲议会本身已经多次通过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深化台欧关系的决议。立陶宛等国勇于突破，在首都成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捷克等国的高层也公开访台交流，在显示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正从口头走向更实际的行动。IPAC 的宣言无疑会加速这股趋势，因为它等于提供了各国政坛一份范本，一份凝聚了跨国共识的挺台措辞，让大家知道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出台湾独立政权、台湾有权交朋友这些话，而不必永远畏惧北京。这种叙事的转变对长远的国际格局都有影响。过去北京最成功的一点是让全世界跟着他的话语转，人人谈台湾问题时都绕着一中的框架走。但现在民主国家的民意代表们在尝试改写这套话语，强调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人民，北京才是可能改变现状的麻烦制造者。一旦这套叙事逐渐扩散开，将大大削弱北京在国际舆论上的压制力。不过我们也必须冷静看到，这股趋势虽然对台湾有利，但同时可能也会刺激北京采取更激烈的反制。中国政府视台湾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向来对他国干涉内政极为敏感。如今 IPAC 带头踩红线，北京未来的反应值得关注。短期内他们或许会在外交上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施压，例如找各国政府交涉，要求与会的议员们收敛，甚至透过经贸手段惩罚带头的国家。中方也可能在军事上加码恐吓台湾，以展示其绝不容忍台独的强硬姿态。想想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北京就在台湾周边搞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演。未来如果国际上承认台湾主权的声音越来越多，北京会否动用类似武力恫吓来以战止声，不能不防。事实上，就在这次 IPAC 峰会期间，中共军机军舰也没少在台海周边活动示威。可以预料，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可能随着这类外交角力而同步升高，这对台湾和国际社会都是一大考验。民主国家能否在压力下保持团结，不被北京各个击破？会不会因顾虑中国的经济报复或军事威吓而在关键时刻退缩，或是相反，因为看清中共的咄咄逼人，更加坚定地支持台湾，抗衡霸权？所有可能性都摆在眼前。这彷佛是一场高风险的国际博弈，一边是民主阵营开始攥紧拳头划底线，一边是北京当局暴跳如雷拍桌子。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全看各方的意志和智慧。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加速引爆台海冲突，也有人认为强硬的联合声明反而可以有效威慑北京，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就像冷战时期的联合遏制战略。保持实力和决心才能维持和平。历史已多次证明，姑息侵略只会助长野心，而团结抗衡才能守住和平。这次 IPAC 成员们选择站出来表态，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当然，我们也希望各方能在强硬表态之外保持理性克制，透过外交沟通避免误判升高冲突。未来情势诡谲多变，但只要民主国家展现足够团结与决心，北京就必须三思而后行，不敢任意破坏现状。台湾方面则更需要居安思危，一方面善用这波国际支持的契机，深化自身外交与国防；一方面也要冷静评估风险，避免被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而不自知。总的来说， IPAC 的这份重磅宣言标志着国际对台湾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它让全球政坛首度有跨国共识文件明文写下台湾独立政权这样的字眼。这既是对台湾常年实况的肯定，也是对北京企图改变现状野心的警告。我们可以说，台湾数十年来实质独立的事实，正逐渐从不能说的秘密变成大家愿意公开承认的常识。虽然短期内各国政府还未必会直接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但这种国际氛围的转变无疑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未来或许还有许多硬仗要打，但是台湾不再孤军奋战，有愈来愈多理念相近的朋友站在一起替台湾发声。
这难道不像是一场长期游戏中被改写的剧本吗？曾几何时，北京当局透过经济利诱与外交施压，把一个中国原则写进各国对华公报，庞佛把游戏参数锁定，所有人提到台湾都只能顺着他的设定走。然而如今，一群不受北京控制的玩家，各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们开始联手修改这套参数，他们公然把台湾独立这个禁语放进了台面上的国际论述里，相当于在国际关系的程式中打了一段新补丁。这会否是改变游戏结局的关键一步？当然，北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试图反制这次程式入侵，维护自己的叙事霸权。我们正处在历史转折的现场，一切仍有变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经过这次事件后，台湾问题再也不是冷冰冰的模糊词汇，而是被赋予了更清晰的定义和全球关注的重量。国际社会正逐步认清一个事实，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运作的独立政权，强行并吞或抹杀它，将撼动整个世界的秩序。这是一种新的共识雏形。未来，台海的走向很大程度将取决于这种共识能走多远，凝聚多少力量，以及专制势力将如何做最后的抵抗。正如那句话所说，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台湾的命运牵动着全球的安危与价值观的守护。这场围绕台湾地位的国际博弈，或许才刚刚进入新的篇章。我们将拭目以待，历史终将见证这一切的发展方向。